干旱少雨的沙漠让人们受尽了风沙的困扰，人们难以言爱的沙粒经科学家神奇大变身，具备超凡的能力，被戏称为水漏的沙子，不但可以存水，还能让油水分离、盖房、种树，创造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敬请收看《走进科学》，透油足水的沙子。看到这个场景啊，我们肯定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就是生命的禁地——沙漠。的确啊，想一想，我们国家的沙漠啊，占到了国土面积的多少？这个数字您可能没有太留心过。我现在告诉您，大概是13%左右。13%，我们国家的陆地面积上啊都是沙漠。您想想，这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财富啊？这里头啊，除了可能地下蕴藏着一些石油资源之外啊，从表面上看，它真的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可以说呢，几乎是寸草不生啊。在这地方，您肯定不能发展种植业，您肯定也不愿意住到这里头。而且这些沙子呢，可以说几乎啊都是一些完全没有用的东西。拿它来干什么？拿它来好像什么也用没有啊，也就顶多咱打沙包。当然现在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玩沙包了啊。所以讲啊，这些东西扔在那儿呢，感觉上非常可惜。你说它有没有价值呢？哎，这个啊就看您怎么去做了。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朋友啊，他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办法，让这些沙子变成了造福于社会的巨大的资源。在北京市密云县城外的一个工厂里，每天都有一些大型车辆进进出出，车上装的细沙全都是来自内蒙古的沙漠。这些普通的细沙在这里经过一番特殊处理后，就会身价倍增。可以说是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的发展年销售额，作为我来说完全能够达到100亿、1000亿甚至万亿、数万亿元的产值。原来这是北京人创科技集团的一个研发基地，如今他们已经拥有的280多项原创性发明成果都和沙子有关。从前漏水的沙粒在这儿变成了防渗材料，更为奇特的是，经他们特殊处理后的沙子还能进行油水分离，整个过程不需要消耗一点能源。秦生义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能让沙子的价值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呢？地球上的沙漠约占陆地面积的10%左右。世界很多国家在防沙治沙的同时，都希望能把取之不尽的普通细沙变成工业化的沙产品，但都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我国沙漠主要集中的西北部地区，由于干旱缺水，沙漠环境很难进行农业生产，大片裸露的土地也为沙尘暴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几乎每年都会出现沙尘暴天气，严重时沙尘暴甚至波及10多个省市，上亿人受到影响。有些地方白天的能见度甚至像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当地的老乡里就认为沙子是个有害的东西。另外，民间过去就有些传说了，说沙是黄龙，越治越穷。什么原因呢？你治理要投入啊，治理效果又不好。所以说老百姓对这个沙子都有一种仇视的、一种敌意的，
认为他是敌人，我要防备他的。可是，在那些被人们时时防范，甚至有些敌意的沙子上面，秦圣义怎么会有几百项发明成果呢？难道说沙漠中那些储量巨大的沙子，真能像秦圣义说的那样，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吗？这些普通的细沙，在秦圣义的手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吉林油田已经开采了50多年，在吉林省境内先后发现并探明了近20个油田。如今，油田在开采中就用到了秦圣义他们用特殊技术处理过的沙子。这是一口刚刚完成钻探的天然气井。高大的钻井架已经撤走，现在工人们正在进行下一步开采施工。此时，井周围已经汇集了几十辆车，路上还有大型罐车不断加入到阵营当中。这些红色的罐车里装的就是经过特殊处理的沙子。工人们说，他们将通过管道用高压把沙子传送到井下，这样做不但可以让石油天然气的产量增加，油气质量也有大幅度提高。可是为什么要把沙子灌到油田里呢？吉林油田这个目前那个勘探开发对象，主要是低渗透、致密、深层那个气藏岩石，它这个孔隙度、渗透率非常低。这样的话呢，它就要求的话呢，大规模压裂来改造。原来压裂就是在地面上通过高压，人为的把储藏石油和天然气的岩层挤出一条条裂缝，为石油天然气强行制造出储存的空间。我国主要是陆相油田，石油和天然气都储藏在地下数千米深的砂岩里。由于砂岩上的孔隙很小，油在里面并不容易出来。压裂后，石油和天然气就会汇聚到人为制造的岩石缝隙里，再往外抽油就容易多了。沙特海湾地区的那个储层的话呢，大多数都是碳酸盐那个溶洞型的储层，就海相沉积的，它里面就是那个像那个岩石里边孔洞、裂缝、裂隙比较多，它那个渗透率非常高。在过去，传统石油地质理论认为，只有古海洋沉积的地层里才会有石油，大陆沉积的地层中不可能存在石油。我国地质专家经过努力，不但在我国境内找到了大量的油气田，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也为在中国陆相沉积环境中找到石油提供了可靠依据。虽然陆相沉积的地层中也有石油天然气，但由于岩层的密实度较高，直接开采存在很大难度。陆相沉积，沙子泥一起叠制在一起，完之后呢，以原油的运移到这块，储存到这块，但是渗透率非常低，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渗透率非常低，它必须的话呢，经过那个压裂改造，来增加它那个渗流能力。你必须的话有支撑它的，支撑呢就是归结到制成剂。原来，这些经过特殊处理的沙子灌到井下，是要用来支撑压裂开的岩层裂缝，为石油天然气留出足够的空间。除此之外，这些沙子还有着另外一项特别的本领。
油能够透过来，水不透过来，那不就可以在地下就自然的把油水分离了吗？那减少地面大量的油水分离量，是吧？减少污染，是吧？减少地层的能量的衰减，是吧？意义非常重大。可是，沙子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由于它的透水性极强，在沙漠环境里很难有树木存活。可是秦升义却说，经过他们处理后的沙子不但能够存水，却不影响油从沙砾空隙间通过。难道说这些没有生命的沙子经过特殊处理后具备了某种选择的能力吗？其实呢，我们大家恐怕也都知道，所谓的石油啊，这种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它其实呢，就是在很早的时代啊，古时候的这种湖泊和海洋当中的一些生物啊，死了之后，它们的尸体呢，一层一层堆积起来，在经过了地质条件的一些变化之后啊，形成的这样的一种物质。应该说呢，它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能源。但是呢，我们想一想啊，它在这个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地质条件又是不断的变化的，所以说呢，这个石油开采本身呢，就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您就比如说，石油和天然气往往呢是和水伴随在一起共生的，所以采油的时候呢，就要想尽办法呢，要做到把油水啊给它分离出来。油和水想要分离，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说到油水分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有经验的厨师在熬动物油时，经常把动物脂肪放在开水里慢慢熬，直到把锅里的水分熬干。这样熬出来的油不但气味更香，颜色也更好看。汽油是经过脱水之后才进入市场的，因为对于经常开车的人来说，他们最怕油箱里进水。油水混合液一旦进到发动机里，轻则让发动机无法启动，严重的还导致发动机报废，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秦升义专为油田压裂研发的沙子，可以在地下的油井里实现油水分离，为石油脱水。那么，这种特殊的沙子能不能让汽油和水分离呢？为了弄清其中的答案，记者来到了人创集团正在筹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这就是那个沙漠里的那个软沙，颗粒比较粗一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完以后的，这是这浮砷沙。这开采石油，真油田上用的是这种，这个就是黑色的。秦升二首先取了些制作浮砷沙的原料，一种内蒙古沙漠的沙子。他把水倒进杯子后，水很快就渗下去了。接着，秦升二又取了些浮砷沙，可是，水倒进装了黑色浮砷沙的杯子里，就完全不一样了。水完全浮在沙子的表面，没有一点渗透的迹象。接下来开始往杯子里倒汽油。由于汽油的比重较轻，和水又互不相容，所以液体出现了明显的界限。等他把杯子倾斜，油层刚一接触沙子，就立刻开始往下渗。很快，杯子里的汽油就全部渗到了沙子里了，而水还是浮在上面。看来浮砷沙透油不透水的特点，效果十分明显。
这类产品，就用石油开采提高石油产量这个产品，我们取名叫福肾砂。这个福就是神福正旺的福，它有诚信的意思。这个肾是肾大，是吧？我是讲通过诚信去做事，诚信的做人，然后获得大发展、大作为。这福肾是这个意思。汽油是石油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粘稠度很低的油，倒进福肾砂后能很快渗到沙子里。其他粘稠度较高的油倒进福肾砂后，渗油的效果还会那么明显吗？秦深2把福肾砂分别倒进几个烧杯里，然后依次倒进了煤油、柴油和汽油。可以看出，3种液体的粘稠度虽然略有差别，但是渗透的效果几乎完全一样。为了能清楚地看到福肾砂透油足水的特性，秦深2开始往旁边的烧杯里倒水，没想到意外出现了。水刚一倒进杯子里，就开始明显地往下渗透。福肾砂最大的特点就是透油足水，可是现在足水的能力仿佛一下消失了。难道说是杯子里的沙子出了什么问题？看到表面好像湿了，那是那玻璃表面一层，这个沙子跟它的间隙里面渗的水，沙子里面肯定没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把沙子倒出来，肯定都还是干的。烧杯里的水倒掉后，把沙子倒在旁边的托盘里，想检查一下烧杯里的沙子究竟出了些什么问题。没想到烧杯里的沙子全是干的，很显然，刚才烧杯里的水只是沿着玻璃边缘渗下去的，并没有进到沙子内部。玻璃这种特点呢，它耐水能力差嘛，所以水有一定的压力的时候，可就沿着那个杯子壁流下去了。这恰恰进一步证明我的沙子足水性能，玻璃没有嘛。我的沙子是防水的，玻璃不防水啊，你别看着。接下来，用粘稠度很高的石油实验时，福肾砂透油足水的效果也得到了验证。这些来自内蒙古沙漠上的普通沙粒，秦深义用的什么方法让沙子具有了透油足水本领呢？具体的来说是通过2个关键技术创新，第一个是蛋壳原理，第二个呢，为了实现蛋壳原理，一个更深层次的技术创新就是叫反应性覆膜技术。所谓的蛋壳原理和反应性覆膜技术，也是福肾砂的核心机密技术，就是在沙粒表面包裹一层像蛋壳一样特殊的膜，把沙粒保护起来，增大天然沙粒的耐压强度，进而替代陶粒成为油田开采的压裂支撑剂。同时，这一层特殊的膜又发挥着透油足水的神奇功效。这是我们首创的一个新的这个防水原理，通过增加水的界面张力，降低油的界面张力，可以做到透油不透水。改变液体界面张力，实现透油足水，就好像沙子表面有一张特殊的网，体积较大的油分子和网接触时，由于界面张力变小，因而能很顺利地从网中通过。水分子虽然体积较小，但是界面张力却相对较大，仍然无法通过。福肾砂透油足水的效果就这样显现出来了。现在我们使用这个沙子的话呢，增产效果非常明显的。类似的储层，加沙规模的，随着加沙规模的增加，它这个产量成倍的增长。
秦升义率领的科研团队利用弹壳原理的原创性发明，成功解决了美国、俄罗斯10多年来未攻克的透油与阻水技术难题。经大庆、吉林和中石化等油田的批量应用，平均单井日产石油提高2.3吨。福盛沙产业化以后，将会培育出年产值高达100亿元的市场。在此基础上，秦升义把研究的视野投向了更广泛的领域，发展出全新的沙产业，运用独特的创新技术，让沙漠中取之不尽的黄沙，在精密铸造、沙漠治理、集水工程、新兴建材、石油开采、新兴农业等6大领域发挥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为人类创造更大的财富。我们都是跟着你的需要或者创造的理念，跟着市场的需要、用户的需要，然后一个的开发出来的，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的。目前我们2步到项的发明成果产业化应用到6大领域，可能未来随着我们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市场需求的新的这个显现，我们还开发出第7大、第8大、第9大领域呢，都有可能的。大漠黄沙曾经给人类带来多少困苦和灾难？如今，一个全新的沙产业，在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引领下，正在蓬勃发展，为人类带来更大的收益。致富的门路呢，可能有千条万条，每个人走的也许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还是非常欣赏秦先生走的这条道路。大家可能在关注这个产业的时候，我们一说到沙产业，就会想到在沙漠地区搞一搞像从容这样的一些经济作物的种植等等。但是呢，他本身却发现了沙子的妙用。谁都知道沙子是不存水的，但是在秦先生这里呢，他却可以让沙子有千变万化的形式。有的呢可以透水不透油，有的可以透油不透水，有的可以有水都不透。总而言之呢，他把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资源。您觉得他能不走上致富的道路吗？其实在这里，致富不致富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他的创新思路和创新思维应该给你我都带来巨大的启示。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科大频道。相传蓬莱阁有一座神奇的亭子，纵然外面海风呼啸，室内点燃的蜡烛却纹丝不动。但只要一跨过门槛，蜡烛顷刻即灭。这座建在山顶上的亭子为何能违反自然？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敬请收看《走进科学》，探秘避风亭。